哈萨克斯坦既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当今连通欧亚的重要节点。80%的中欧班列正是从这片土地上驶过，民间贸易往来密切。这片土地曾留存着苏联科技的辉煌，拜克努尔承载着人类太空的梦想，至今仍旧在中亚大地上树立英雄的榜样。接下来，雷天长继续向着哈萨克斯坦东部进发，去解读它腹地的精彩篇章。嗨，大家好！现在雷天长呢来到了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咸海边。咸海呢可是大名鼎鼎的一片湖啊。据说呢，在唐朝时期呢，我们国家的最远的一个疆土呢就抵达过咸海。咸海的总面积呢大概有68000平方米。随着这个水呢退去之后呢，慢慢这边的盐碱地也越来越多了啊。现在我脚下也是曾经咸海的一部分，所以说沧海桑田呀。Самый вкусный сом. Одну только. Вот это 6000. 卖鱼的这个鱼呢，像豆腐一样一块一块的。品尝咸海附近盛产的鲶鱼干，肉质饱满，味道独特。但就在路上，我们看到前方发生货车侧翻。我们在路边呢发现一个哈萨克斯坦的车呢翻了。不对，路呢不太好走。刚才我们在路上走的，发现都是大坑啊。由于这一地区没有手机信号，我们用自己车里的卫星信号帮助哈萨克斯坦司机联系到了拖车。于是这位司机为了表示感谢，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做客。到他家了啊！好，他们家是开超市的啊。你好，斯拉瓦勒克。好，行，那我们进了啊。斯拉瓦勒克，斯拉瓦勒克。哈萨克人的家里面这么大，而且是家开超市的家。这边是他的，因为他们做生意嘛，所以监控里面都是他们的，各个这个点儿啊。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路上呢，就是帮他打了电话，也算是救人一命啊。哈萨克人的民族服饰啊，账本都被我们看到了。天哪，原来他们哈萨克斯坦人记账也是这样子的。这是哈萨克斯坦人的帽子啊，这个帽子挺讲究的，在上面呢，这个毛呢还不是一般的动物啊，它是猫头鹰的毛。他们让我们就是这样并排而睡啊。他为啥摆了2个，让我们睡这？不是你睡的哈萨克人家啥感觉？我没有想过有一天。OK， 然后老板在那儿比耶呢，说可以的，你们就这样子了。从这位司机的家庭条件看，他在外面跑运输，在家里搞商店，只要勤快，在这个国家都是能过上好日子的。我们谢谢这个老兄了啊，我们就不在家吃饭了，我们要走了，也感谢他的这个热情。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是人类航天史上的传奇起点，它始建于1955年，是苏联时期打造的核心航天基地。1961年，加加林搭乘东方1号从这里升空，实现了人类首次载人航天飞行。马上就要接近这座发射场的时候，巨大的雷达让我想起了科幻小说《三体》中的红岸基地，仿佛它的存在不仅能探索太空，也是离外星文明最接近的接触点。大家看到这些大雷达了吗？这些雷达让我想起那个《三体》里面的雷达。大家好，雷天长现在来到了哈萨克斯坦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在这个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航天员加加林呢就在这里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呢飞向了太空，他成为了飞向太空的第一人。这个哈萨克斯坦呢曾经是世界上的第4大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是他们后来就放弃了核武器啊，成为了一个无核的国家。但是在他们国家呢，还有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这个发射场呢，一度呢，也是被废弃的。现在俄罗斯又是花高价把这个发射场就给租了下来啊。天宁火箭下面的发动机叫 LD170，是世界上推力最强的火箭发动机，是一泵4推，就是它有一个泵，有4个喷口。能源号火箭的助推就是它，这是中央 block， 然后旁边这下面都是带发动机。这是重型火箭，它的载重能力是25吨。这个火箭只有在这个地方能发，在这个地方能发。它250号发射架有2个，一个是哈萨克，一个俄罗斯的。那个哈萨克的废弃了。火箭上面如果有这么一个塔尖呢，就是载人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不是。这个载人航天的样子还是挺漂亮的。现在用的就是右边那些小的，这2个大的已经废弃了。根据这个直径来看，这个雷达功率也不是特别高。这是1957年人类的第一颗卫星东方1号，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来到这个拜克努尔大门口，有很多这个军人在这边把守着。那边呢和这边全都是一些很长很长的他们这个围栏。这个围栏呢把这个拜克努尔呢分成里外，里面就是俄罗斯的土地，外面的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土地。这边呢有这个拜克努尔的牌子啊。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我们推测，由于排队进入拜克努尔住宅区的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以及科学技术人员的家属，素质很高，所以对待我们这些外国人都热情地打招呼。回到住处，荒原上的几个大圆桶引起了安东的注意。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被扔到这里呢？这是装导弹的桶，装核武器的桶啊！当时中导条约之后，它里面有很多洲际导弹，就都废弃了。这就是装那个洲际导弹的桶。洲际导弹嘛，萨尔马特射程12000，这个是属于运输的时候那个。哦，明白了，它只是个包装盒。对，就是包装盒。我还以为里面那个烧焦了，是它那个发射完了烧焦了。它在里面点过火是吧？这是后来，这都是防火的，你觉得这个雷达有点像那个红岸基地里面那个雷达对吧？对。那你觉得它能够搜到外星人吗？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它直径不够，这个顶多是16米。16米啊。搜外星人最少得是100米以上的。100米以上的。你像中国天眼就几百米那种大的，红岸基地那种都是超大的才行。这种小的它探测距离不够。就这个，他的科学家给我讲过，就你在观测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它的轨迹你确实无法理解，但你真不知道是啥，它真有这样的。就你晚上仔细看星星，也有这么走的，你不知道是流星还是。就说直着走的还真不一定是这个 UFO 啊，但是如果它是 Z 字形的或者其他形状的，那也无法解释。就是直着走匀速的，能看着很多。那说了半天，那意思咱们科学家也不是太确定有这个 UFO 外星人。那必须要亲眼所见，必须要确切的证据。说个关键的，你觉得现在苏联或者哪里，他有没有发现过外星人？因为好多苏联有好多这样的故事。肯定有。你见过那个火箭发射吗？就从这边窗户上能看出去。啊。他看过，就在那儿。就是那个位置啊。远处有一些建筑的那个就是火箭发射的地方，是吧？这家旅馆跟这个火箭发射的位置垂直的。对呀。他是在家里边拍的啊。妈耶！小朋友，你是马斯克的孩子吧？你是在这里面躲在这儿了是吧？你 good， 长得像吴磊。我住的这家旅馆位于火箭发射塔对面，这里的孩子虽然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但是每次火箭发射，他们却都亲眼目睹，所以比起城里的孩子，也算见过另一种世面。Қытай мемлекетінде бір адамның затын ұрласа, оған қатаң жаза бұйырылады ма? 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偷了一个人的财物，他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吗？然后这边他妈妈都笑了，问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是有法律制裁的，所以说呢，肯定会被法律制裁。刚才是那个我们给他们的瓜在这吃的可香了。然后就是我们送给他的瓜吃的特别香。你多少岁了呀？жасым 18-де. Мен медицинада оқимын және сол бойынша қызықты мәліметтер алғым келеді. 你们这边上学要交钱吗？必须花钱才能上学吗？还是免费的？ Бізде мектепке ақша төленбейді, бірақ платныйда жүргізілетін мектептер де бар. 喜欢什么样的男孩？你觉得什么样的男孩好看？ Менің ойымша күшті, мықты, адамгершілігі бар балдар ұнайды. Не де сөйлейтінін білмей қалдым. 我明白了，就是那种他喜欢那高情商的道德感很强的。样子上有什么要求吗？要个子高，长得好看的吗？ иә, әрине, әрбір қыздың арманы ғой. 苏联诗人叶赛宁曾写下：少女的梦是透明的溪流，映着星星，也映着远方的森林。这梦里藏着对美好、对未知的纯粹向往。它从不属于某个少女，而是人类共通的关于光明与远方的温柔渴望。现在是中午时分啊，雷探长来到这个拜克努尔这边吃饭啊，发现这个小镇呢，你看阳光照下来之后呢，里面东西不是很多，这样像一个村子一样。拜克努尔附近的小镇都是苏联遗留的平房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作坊，这里不但物资匮乏，而且找个饭馆都难。但当地人淳朴热情，还有人给我送瓜以及哈萨克族特有的饮料，让人倍感温暖。Ассаламу алейкум. Дегустация, как называется? Degustation. Вот так. На, попробуй. Хочешь? На, я тебе это подарю. Сюрприз. Surprise. От меня. Give me? Да. Okay.
那行吧，我们来尝一个啊，来。good。爸送我一个马奶子啊，他说这边的哈萨克人真的很热情啊。在哈萨克斯坦吃饭是个问题，不过当地人也吃面条，尤其是他们称之为拉面的食物，和新疆的拉条子很像，只不过有种把面泡进罗宋汤的感觉，但味道已经是最接近中国口味的了。那么哈萨克斯坦原来也吃这个面啊，其实在那个中亚呢，他们也是都是吃面的。感觉还不错，味道还是挺好的。来喝这个汤，跟新疆的味儿挺像啊，因为他们都是突出这个辣椒呀、西红柿呀这些调料，里面还有肉。以前听说在哈萨克斯坦的路上，如果碰到警察会被他们刁难。这次我们倒也碰上了几次警察，不过他们也只是盘问我们的来意就走了。看来这2年两国交流也逐步加深了起来。然后后面那个警察呢，在看那个路线图。看我们车上路线图，看了一眼，烧机油，对，它机油因为那个活塞环密封不严，窜到那个燃烧室里了。在朝鲜那个公路上，还有那种烧炭的车，中间有个烟囱，然后底下，我感觉特别像那个老佛爷时期那个蒸汽机车，在朝鲜边烧炭，然后呢车边开，上面还有烟囱。你知道那种车吗？俄罗斯有那种，但是它那个炭不是作为动力，而是作为取暖的。取暖的。对，俄罗斯有车里面放个炉子的，因为冬天太冷了。而且那个车还没有空调，没有暖风，就老实巴达。在哈萨克斯坦，中欧班列可能与你并驾齐驱，这是连通中国与欧洲及沿线国家的铁路联运班列，有钢铁驼队之称。它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了贸易联通，还催生了许多新的物流、商贸产业园区。2025年中欧班列的过境量中，哈萨克斯坦占了全线的80%。哈萨克斯坦正乘着这载满梦想的钢铁驼队，向着崭新的世界一往无前。我们来到达罗斯看到第一个事儿就是这边的这个女孩太好看了啊，她有点害羞，我一定会给大家拍一点啊。都这个不屑意思给大家。Только вот Хайнекен и Чан. 哇，他这所有啤酒都是中国的，都是中国的，为什么呀？这边的继续在上菜，上了肉。我来测试我的汤啊。我要想请 you know Talos his story. Не знаю. Чингисхан, что ли?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他知道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那我问第二，我听说达拉斯的这个男孩很帅。You know in the Kazakhstan where boy is very handsome? Ну где? Maybe in Almaty. Or... Ну что, в Таразе тоже красивые. Интерес... Boy is very beautiful too.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孩是帅的 ？You think which that boy is handsome? I like very tall. Tall. Taller than me. Да, taller than me. And как brown eyes, brown hair. Kind, like. Kind. Huh? Kind, yes, kind. Rich, maybe. Rich man.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就是在这个中亚地区女孩都提到了这个智商呀，要聪明呀，就或者是有情商呀。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中亚地区的男孩呢，可能有这个酗酒呀，或者是打人的毛病，他们就特别不希望这样的，希望情商高一点，这样子人就正常一点，所以都会说到这个头脑要聪明，或者是至少正常，或者说是，对啊。但是呢，如果不提这个的人呢，他们却偏偏的也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一定要是个子高呀、有钱呀。我身边这位就是这样子。刚才那一位就提到了头脑，所以我觉得高富帅找他。你的答案是我认为全世界最优秀的答案，你会找到最完美的男子。You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16. 16. Yes. 才16岁。在塔拉兹，当地牧民带我们参观了达罗斯古战场。唐朝时期，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都在向外扩张，中亚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区域。于是双方在达罗斯展开激战，相持5天5夜。后来葛鲁鲁突然反叛，与阿拉伯军队夹击唐军，导致唐军溃败，损失惨重，因此返回。
达罗斯之战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伊斯兰教开始在中亚传播。在哈萨克斯坦的血脉里流淌着精湛汗国的悠远基因。精湛汗国是13世纪蒙古帝国分裂后由成吉思汗的长孙建立的4大汗国之一，属于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所以哈萨克斯坦人让东亚人觉得特别亲切。接下来雷店长一路向东，抵达突厥斯坦的一家快餐厅里，当地热情的人们很高兴地给我介绍起这片土地。因为外面其实你要转的吧，到处都有转的，但是这个突厥斯坦这边感觉商场呢还是里面有买很多这个小商品。同志们，大家看到了吗？哈萨克斯坦的这个什么内衣啊、高跟鞋的这种秀呢，已经越来越活跃在了现在的很多电商平台上。所以这个小姐姐呢，不停地换着自己衣服啊，来展现他们的这个不是内衣，是睡衣，也不是，这是什么呀？哦，夏天的衣服啊。But what's this？ 你好，你好。我们看看这个 ，What's this？ It's after the sale, yes. Sale. Sale roses. Roses. You can I know show me. Chinese song. You can show me. Sing? Yes. Sing for you. 一样是味道是当外。这是什么歌What? Again. Yes. 我也是当外。It's a viral on TikTok. It's TikTok. On TikTok. TikTok 上面有歌。Are you blogger? I'm YouTuber. Yes. YouTuber? Yes. Wow. Yes. Yes. This song. 好。竹北楼台，无人吃会口一白，深入本不上白，转发才开排很快，三拍三拍，怎么那么多几百？哦，是这个歌。作为哈萨克斯坦旁边的大国，怎么都会输出一些精彩的文化。比如这首歌在哈萨克斯坦就是名曲，就连当地司机都能拼出这个歌的中文歌名。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Деньги? У меня?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т.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т. 没有100。Какой тип парней нравится? О, I like Tall, rich, tall. Yes, rich and tall and muscle, with mustache. massage, Mustache. 有胡子。胡子啊。Yes. 胡子啊。哦。 Yes. 就是你吗？ It's 就 my 我 type. My type. 临走时，他们向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男士挥手送别，眼中满是真挚的友谊。这份情谊不仅饱含在《大展宏图》这首歌里，更承载着中国对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真挚祝福。我问问他啊，就是你觉得那个哈萨克斯坦现在还有什么发展？比如说有些人想来哈萨克斯坦这边来工作，你有什么建议？ Развитие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чем? Просто развитие? То есть у нас самая развитая стран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ы считаем,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по всей сфере,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у нас самая развитая страна именно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о есть п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я могу вот это сказать. А касательно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вот, это уже другой вопрос,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разные сферы есть, и каждая из этих сфер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по-разному. Touristic place, so you should visit Mausoleum first. Mausoleum. Mausoleum. Yeah, you're right. Hoca Ahmed Yasavi. Then you can visit. Number one? That's the number one place in Turkestan. Yes. The next go to where? Next one is Caravanserai. That's near the mausoleum. So you can walk there. You can see a lot of new things, new buildings. New building. New buildings. Yes. 不客气。他还说了不客气。他们推荐第一个就是还是去那个阿罕麦德清真寺啊，我们的排名第一的。现在县长来到了霍贾阿罕麦德亚萨维陵墓。这个霍贾阿罕麦德亚萨维呢，他是铁木尔时期的一个苏菲派的一个宗教领袖。这个宗教人士呢，他呢在这地方呢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尤其受到这个当时铁木尔的崇拜。于是铁木尔下令呢，一定要为他修建一个陵墓。这个陵墓呢，它本来的按照他们想象中呢，应该是中间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孔雀顶，两边和四边呢都有高大的宣礼塔。这个宣礼塔呢直冲云霄，象征着霍贾阿罕麦德亚萨维他的这种智慧和通天的能力。但是很可惜，不久之后呢，这个铁木尔他就逝世了。于是呢，他的这个
陵墓呢也就没有建成，成为了一个永久的遗憾。我们单看一个宣礼塔就这么粗，但是呢，它呢很荣幸的还获得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 We are Muslims, so that's why we wear like that.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ил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эт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А для девушки, для вас? We're not very like only Muslims wear this. 哈萨克斯坦除了能够看到圣贤的墓地，在广阔的荒野大地上还散落着现代人的墓葬。现代哈萨克斯坦墓葬以土葬为主，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墓葬形式趋于简约，多为长方形土坟，部分会用砖块、水泥简单筑墓。墓葬多集中于规划的公共墓地，不再像传统游牧时期那种散落于荒野。另外，哈萨克斯坦人也相信圣贤的古墓能够带来祝福和庇护，所以去墓地也是一次小的祈福仪式。这阿訇是苏菲派的，苏菲派呢，它的苏菲 is 布哈拉、Samarkand、Turkestan。这段很有名的经历叫后甲艾赫迈德、萨维、Imam Bukhari。Amir Timur。现在我要到这个岩洞清真寺来看，大家看啊，现在我们在这个岩洞清真寺下面躺着啊。这个清真寺呢，很多人都以为是做礼拜，实际上清真寺也有避难呀、避雨呀、避暑的作用。此刻呢，连长呢来到了阿拉木图的独立纪念碑，这也是哈萨克斯坦的地标。我身后呢就是独立纪念碑，这个独立纪念碑呢始建于1999年。是这个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呢提倡建造的。在它下面呢是这个天上的智者，右边这个呢女性呢是大地母亲，前面还有2个孩子呢，代表着哈萨克斯坦呢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所以说呢象征着未来。这个雕像上呢是一个长着翅膀的雪豹，上面站着一个武士，象征着一种统治的力量。Can I ask a question? Я 你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拍？ Я снимаю вообще про другую тему, про турис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ты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о просто вот это место я выбрала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у меня здесь офис рядом, и мне здесь. 但是在这个哈萨克斯坦这个自媒体玩的人多吗？ Блогерство, да, очень популярное. Если, например, скажем, то, что я конкретно знаю, я как журналист 10 лет назад, например, ездила на многие блог-туры в разные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Тогда приглашали нас, журналистов с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мы с такими большими камерами ездили туда. А сейчас уже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из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приглашают блогеров,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ну как бы, у них многомиллионные аудитории есть, и они... 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作为该国的第一大城市，拥堵的车流也成为了日常风景，街头随处可以瞥见中国车的身影，而苏联时期的老楼房静静矗立，又增加了几分岁月感。阿拉木图是苹果之城的意思，所以雷探长就走进当地巴扎去探寻这里的水果味道。大家看，此刻呢，雷探长来到了阿拉木图的绿巴扎。这个绿巴扎呢，顾名思义，它这个巴扎的外面是绿颜色的。绿巴扎呢，始建于1875年，当时呢是由这个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呢在这里建造的一个商场。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也就是他活跃在伊犁河谷的一些当地的商人，他们穿梭于这个新疆、伊犁啊、阿拉木图之间，做一些小商品的一些贸易。后来到了1970年呢，这个商场呢就改建成了一个野兽派的风格。什么是野兽派呢？就是跟这个复古主义呢截然不同的一种现代派。这个老爷爷看着我笑，然后还戴着这个前苏联的帽子啊。他以前在阿尔泰那边工作，就是阿尔泰我知道啊，关于面粉的一些加工的。哦，哇，哇，大家看，这是他给我一个糖哦，这个是非常好。哇 ，delicious， 这个非常好吃啊。Good。雷想给他说，这是斯大林最喜欢吃的一种糖。我又提到斯大林，为什么？因为在格鲁吉亚呢，这种糖呢是把一些干果呢封在这个糖里面。对，我们就买这一盒吧。好。Сколько штук？ 他想要几个？多一点，就这一盒吧。这个樱桃是我吃过，美国都知道，南美洲智利都出的吧？这比那个还要甜，因为这边阳光外面大家都看到，温度很高，很晒的。那7500。7500进给的。这个师傅拿着一个来自于类似土耳其的那种炸石榴的那么一个带有
典型穆斯林地域特征的一个榨汁机啊，这个机子只有在中亚呀、土耳其能看到。哇，大家看，这边是朝鲜族或者朝鲜人。You are Korea? Korea. You can speak Korean language? 한국어? 한국어? 맛있어요? 네. 네. 네, 맛있어. 这个阿姨居然还反应了一下，是的还是奶？再翻译一下啊，这个奶在韩国里面就是是的意思。你的那个爷爷就是生活在这边，还是从朝鲜过来的？Мы местные, да, получается? Местные. Уже здесь родились. А дедушка приехал с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получается. 19世纪中叶起，因朝鲜半岛贫困和日本殖民统治，部分朝鲜人迁往沙俄远东地区。1937年，苏联出于对日本间谍活动的担忧，斯大林签署命令，将远东地区约17万朝鲜人强制迁移至中亚，其中约10万人被安置在哈萨克斯坦。曾经历史原因他们过来的，要么我们帮助他买他个什么，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东西只有在家里吃才行？这个。再给大家说，2013年韩国泡菜生意成功啊！阿伦达乌也保佑，yes。哈萨克斯坦的朝鲜族在这边卖东西，但是很明显他们韩国语还没我知道的多呢。cheese 啊，全是 cheese 啊，全是奶酪。但 sweet cheese 啊，哇。milk, cow, horse milk. 哦。horse milk. 哦，这马奶子啊。哦。camel milk. 哦，马奶、牛奶。这个姐姐的发型很好啊。我们开车来了。哎呀，她说这个姐姐爱我啊。这个西娃呀。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这个小娃。Hello. You are Korea? 哦 ，Korea. You 아름다워也保佑，아주也保佑。也保佑。한국어 아세요? 알아요? 저거? 저거 한국어 알아요? 몰라요? 就不忘了，不知道了。我们看来他们还是有一点知道的。Try? I can try, yes, I can try. Korea 小姐姐呢，就是哈萨克斯坦的Korea小姐姐，然后给我了一个吃的。아주 맛있어요. 아주 맛있어요. 이거 만들었어요? 요 만들었어요? 네, 대단해요. 我发现啊，这位小姐姐是整个这个考瑞亚这个区域里面卖这个泡菜的啊，是最年轻貌美的一位。全金手刀不是一对儿嘛，我们就买一对儿吧。你要哪种呢？这种还是？我觉得这个明显更像国旗的颜色，那个变种了。对。What's your name? Saule。我以为这个上百的，原来这个东西无论它哪儿产的，一对才14啊。你是这个什么民族？哈萨克族还是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啊。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е учились. 他是在中学的时候но английский чуть-чуть. 中学学的俄语。英语会一点点，英语。OK， 那我就给他钱吧，这个。От меня вам сюрприз, это будет 他说送给你的礼物了。是送给我了。哎呀，真的很谢谢你啊。这是这是哈萨克帽子。哈萨克的帽子。哇，强壮的青年哈萨克。1万度的，有点吓人呢。Танцует хорошо. 跳舞的用的。不对，我们要唱那个。流行节里还传来八扬情深马，阿里克桑德的边防，别把手了马。感谢这些中亚5国，他们你看。在这边很和谐，在一起生活啊！就我雷长去了中亚的很多国家，就感觉到其实这些地方的人呢，他们文化呢有很多相通的之处。最关键，他们互相也是帮助的啊！包括依靠这个丝绸之路这个天然的经济走廊呢，从这个伊犁河谷过来，他们一起做生意，所以在这里碰撞。中国也是其中一份子。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皆由追求推动。对个体而言，追求塑造人生，有追求的人更能够激发潜能。
无论身处哪个行业，拥有何种技能，都应向往顶尖，追求卓越。这不仅能塑造各领域的杰出者，也能助力普通人创造未来奇迹。哈萨克斯坦正是这样一个中亚追梦者，他在悄然变好，也向着更高目标迈进。由于哈萨克斯坦太大了，这一季就先拍到这里吧。祝愿哈萨克斯坦的明天越来越好。告别了哈萨克斯坦，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